他武术功底深厚，全国武术冠军出身，曾6次被邀请参演黄飞鸿，凭借鬼脚七扬名天下，被称为鬼脚七专业户。他是功夫皇帝李连杰的御用替身，曾一部戏替身李连杰，戏中自己打自己，还曾在戏中狂扇李连杰耳光。他也曾出演顶级神出，演戏一度痴迷，一口吃掉徐克80万，曾跟赵文卓生死大战，被打得昏迷2天。他曾大谈功夫明星，直言甄子丹没有设计感，成龙打得最真实。他就是今天的主人公鬼脚七哥熊欣欣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熊欣欣的台前幕后。说到七哥熊欣欣，大家可能都不太耳熟，但是要说起大名鼎鼎的鬼脚七，大家绝对有印象。熊欣欣曾在黄飞鸿系列里先后6次出演过鬼脚七，也凭借着鬼脚七这个角色而红。说他是鬼脚七专业户也绝对不为过。而说起鬼脚七，就不得不提起熊欣欣的贵人徐老怪徐克导演。要知道，鬼脚七这个角色是徐克为熊欣欣量身定做的，这个恩情简直堪比天穹。熊欣欣作为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动作演员，出演的作品其实也不少，但大多数都是担任配角，真正挑起大梁的戏并不多。但也有些许比较经典的作品，就比如1995年徐克亲自执导的《刀》，这部动作戏的打戏非常有意思。要知道，徐克徐老怪是有着西部武侠片情节的。从新龙门客栈再到铸剑，咱们可以看出徐克那些天马行空的构思。这部刀是徐克导演为致敬现代武侠开山祖师张彻独臂刀而设计的，电影风格极其现实，血腥粗犷，打戏也是歇斯底里的招招见血。这部电影《刀》中，赵文卓和熊欣欣的生死大战更是整部片子的精华。下面老样子，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。这正片说到，赵文卓自创独臂刀法大成后，拎着祖辈传下来的神兵断刀，与杀父仇人熊欣欣展开一场生死大战。赵文卓满心怒火，拎着断刀，在熊欣欣可怖的眼神中径直奋力冲来。熊欣欣虚按刀柄蓄势待发，赵文卓也在手中炫出刀画，神兵断刀反握手中。熊欣欣也抽出奇兵，两柄锯齿刀蓄势待发，锯齿刀造型独特，刀身呈雪花纹，刃口像是鲨鱼牙齿般细密。赵文卓身形几连旋转，脚下步伐灵动诡异，顺势斩出一刀，熊欣欣跃身而过，赵文卓顺势把刀飞出，熊欣欣从空中顺势一劈，赵文卓早就闪避躲开，赵文卓趁熊欣欣立足不稳，飞身斩来，熊欣欣忙不迭闪避后开始反击，手里双刀左斩右劈，赵文卓也连连翻身后撤，最后逮住机会，钝刀顺着铁链飞出，打了熊欣欣一个措手不及。熊欣欣恼怒，攻势越发猛烈，手中双刀上下飞舞，赵文卓也只能狂砍竹竿来暂缓熊欣欣的攻势。赵文卓骑兵断刃再次飞出，没想到这次熊欣欣早有准备，将断刀铁链缠住，逼得赵文卓只能正面迎战，两人近身纠缠在一起。赵文卓手中断刀飞舞，嘴中还在不停地激怒熊欣欣，砍得熊欣欣连连后退，手中刀柄尾部弹出利刃，连连攻向赵文卓。赵文卓一时招架不及，只得再次使出飞断刀来拉开距离，得以喘息。之后赵文卓挥舞着铁链，断刀也在铁链作用中势大力沉，招式诡异不定。熊欣欣也只能抬起双刀小心招架，还是飞身逃到高架上才挽回了颓势。两人又开始了激烈的战斗，手中兵刃上下飞舞，身形左偏右逐，两人打得好不热闹。赵文卓上下腾挪，断臂刀法随着身形舞动挥出，让人防不胜防。但久攻必失，熊欣欣瞅准机会，一刀斩在断刀上，打乱了赵文卓的节奏，然后飞起翻身，身形狂舞间，手中双刀攻势凶猛。赵文卓奋力招架，但单刀又何能抵得住双刃呢？熊欣欣侧身一个蹬墙，翻身一腿打得赵文卓吐血。至于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腿，小编也不知道，问就是导演安排的。赵文卓连忙使出大招旋风刀法，清场的同时逼迫熊欣欣回退，给自己赢得喘息的机会。两人再度对峙，一番激战下来，两人各有损伤，场面一度非常血腥粗犷。两人对峙片刻，熊欣欣也模仿断臂刀法，手中兵刃顺着细线身形旋转中舞出，赵文卓也将兵刃扮成半连夹挥舞，两人围绕着木车又是一番激斗。最后两人的武器缠在一起，拼命拉扯无果后，赵文卓率先放弃武器，冲上去缠斗，几个左摆拳打得熊欣欣直朝后仰，反应过来的熊欣欣也不甘示弱，一个头锤接左摆拳，还趁机将武器拾起来。赵文卓被吓得连连闪躲，两人又是缠斗激战，熊欣欣长刀挥舞几下都被赵文卓闪躲开，即使熊欣欣开大招清场，也没能奈何得了身法灵动的赵文卓。赵文卓早就蓄势待发，又是断刀飞出，被熊欣欣挡住后，两人再度正面交锋，哪想成熊欣欣的兵刃也能够分成3刀，一下子打得赵文卓毫无招架之力。最终在赵文卓同伴的挡刀下，赵文卓一个飞刀结束了战斗。这部电影很好的承接了60、70年代的硬派打斗风格，两人的打戏也是刀光剑影，招招见血。影片中熊欣欣的打戏大开大合，刚劲勇猛，赵文卓则是身形灵动，举重若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熊欣欣在拍摄期间被赵文卓打晕昏迷了2天。这部电影也算是徐克导演西部武侠片中的经典之作了。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熊欣欣。熊欣欣1962年出生于广西柳州，12岁开始习武，曾多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。1984年参演导演刘家良执导的影片《南北少林》正式出道。1987年受刘家良导演邀请，加入如日中天的刘家班。
同年，熊欣欣参演动作片《老虎出宫》，也是熊欣欣正式进入香港动作片的第一部影片。1989年也被引荐，被徐克相中，在黄飞鸿《壮志凌云》中担任李连杰的替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熊欣欣也是功夫皇帝李连杰早期的御用替身，曾多次出演过李连杰的替身。而在黄飞鸿《壮志凌云》之中，最经典的逐梯大战中，更是担任李连杰和任士官的替身，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自己打自己。1992年被徐克邀请，在《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》中饰演大反派九宫真人，与李连杰激烈大战。同年参演《新龙门客栈》，饰演眉心有痣的东厂小头目。1993年参演《黄飞鸿之狮王争霸》，饰演鬼脚七。因为熊欣欣与徐克合作多次，出色的武打功底和拼命敬业的精神，博得了徐克导演的赏识。于是，徐克为熊欣欣量身定做的角色鬼脚七孕育而生。这是熊欣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荧幕上，并与李连杰有精彩的对手戏份。熊欣欣也多次表示，徐克是自己人生中的贵人。鬼脚七在片中那高深莫测的脚法和诡异灵动的身法，也让观众深深痴迷。虽然大火之后还是很少人认识熊欣欣，但提起鬼脚七，大家都能想起他。熊欣欣也凭借这个角色开启了自己演艺生涯的黄金时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熊欣欣曾先后7次出演鬼脚七，从1993年《黄飞鸿之狮王争霸》，再到2016年《黄飞鸿5大弟子》。熊欣欣也被称为鬼脚七专业户。还有值得一提的是，熊欣欣在一场黄飞鸿挽留鬼脚七的戏中，曾狂扇李连杰3个耳光。当然，这是导演设计的情节。不仅如此，熊欣欣还在1997年进军国际市场，在好莱坞担任动作导演，并参演《反击王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熊欣欣也是好莱坞史上第一个亚洲动作导演。再说一个冷知识，在1995年徐克导演的《金玉满堂》中，熊欣欣饰演厨神。入戏的熊欣欣将道具鱼翅，也就是镇店之宝天九翅，狠狠咬了一口，这一口也花了徐克80万，当时也被大肆报道。要知道80万在上个世纪可是一笔非常大的数额，相当于1线城市的一套房，而熊欣欣这一口就咬掉了一套房和他的片酬。2001年，熊欣欣参演完徐克的电视剧《黄飞鸿新传》后，开始逐渐转入幕后。2009年，熊欣欣首次担任导演，执导动作电影《战无双》，该片有大幅度高难度打斗。2013年，熊欣欣第2次以导演身份与曾志伟合作，执导电影《光辉岁月》，饰演无愁。在事业稳定发展的同时，熊欣欣还曾在某访谈节目上大谈几位著名打星的功夫，直言甄子丹的打斗没有设计感，成龙大哥的打戏最真实，拳拳到肉。现如今61岁高龄的熊欣欣还活跃在一线。2022年还参演了古天乐主演的动作电影《倚天屠龙记之九阳神功》，还主演了悬疑动作电影《巨鳄2》。熊欣欣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健身照片。他虽然已经60多岁，却丝毫看不出老态，身材保持完美。熊欣欣好像永远不知疲惫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奔忙，不管前景如何，依旧义无反顾。我们也祝他能发展得越来越好。我话讲完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